Hello， 大家，今天這一期影片要來拍我常去的幾家店，因為我是住在高雄的鼓山區嘛，我常去的幾家店幾乎都集中在鼓山。鼓山真的很大喲，像什麼內惟美術館、壽山、柴山、西子灣都集中在鼓山，我不可能一一去拍完吧。所以今天這期影片就是帶着大家走我經常走的幾條路，去一些我經常去的店，還有收藏在收藏夾裡面很久的一些店。那我身後看到嗎？這個船有一個哈馬星在那邊，這個就是旗津的渡船口，到旗津坐船的地方。旗津我也有拍過喲，帶着我爸媽去過旗津。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再往前面的話就是西子灣中山大學那邊，我也有拍過喲。然後有一些咖啡館啊、美食這些都有，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那這期影片我們就開始吧，從這裡出發 ，Let's go。這一集的路線是從西子灣出發，沿着海邊來到山腳下，最後去到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很美的森林公園。也精心挑選了1、2、3、4、5、6間喜歡的店鋪推薦給大家，那就開始嘍。朋友們，鼓山旅遊來到了中山大學，這應該是必來的一個景點吧？因為這個學校有最美的海灣和最美的黃昏景色的一個學校。我現在呢，在它門口延伸出來的這個海灣，這裡叫西子灣。西子灣我覺得真的很漂亮，稍微接近黃昏的樣子。這裡都是人，然後大家在這邊就散步呀、發呆呀，還有一些唱歌的歌手啊，到這邊配着這個黄昏海景，真的是很漂亮、很浪漫的一個地方。然後繼續往裡面走的話，就是柴山嘛。柴山那邊有很多漂亮的靠海的咖啡廳，然後那邊有一個觀景平台，觀景平台還有賣大腸包小腸之類的。這些鴿子在這裡躲太陽嗎？它們好肥哦，好可愛哦！這些鴿子在這裡躲太陽。好，這裡的景色真的很漂亮，對不對？從西子灣出來，沿着海邊的公路一直走，生活在城市裡的海浪好像都輕言細語了很多，慢條斯理的揉搓在岸邊，又悄無聲息的沉澱。走過哨船街，來到濱海路，位於碼頭旁的阿姨蛋餅是我珍藏了很久的一家店。我要去的這家蛋餅就在這裡，大家如果是坐輕軌的話，從這個巷子過來，然後找到這個棚就到了。還有嗎？有。要一份，1位嗎？啊，內用。來，裡面坐。好，來吃個早餐。這一家蛋餅是每次我們要去坐澎湖輪都會路過的一間店，它生意很好，但是很低調。這一家蛋餅它是有內用的，也可以帶走。我覺得是可以作為在這邊上班或是要趕去坐船的一個，你可以在這裡買一份早餐帶走。那蛋餅很特別喲，是這樣子的，把它剁碎了的。我們一般吃到的蛋餅是那種煎成一塊攤好，然後拿給你嘛。它算是粉漿蛋餅，那蛋餅是先要煎到兩面金黃，然後淋蛋液上去，然後再把它剁碎。它算是剁碎這樣子去炒，可是它每一塊看起來都是酥酥脆脆的，吃得到蛋香，然後有一點蔥油的香，還有一點那種粉漿的香。這一杯鮮奶茶30，這一份蛋餅也才30。這是鮮奶奶茶，他們的鮮奶是用的高大鮮乳的。阿姨的蛋餅沒有過多的修飾，但一下就能擊中我的味蕾。蛋餅裡的粉漿 Q 彈飽滿，很像在吃某種粿，飽足感也很強。30元的分量足以吃到滿足。這家好好吃，超級推。阿姨早期在賣蛋餅的時候，為了能讓周圍工作的人和學生都能吃飽，獨創了像炒菜一樣的蛋餅做法。阿姨已經去做天使了，這樣的做法和味道還好被延續了下來。那可以問一下，你和阿姨是什麼關係嗎？我是房東的媳婦，阿姨是住在前面，是阿嬤還在的時候，然後阿嬤租，那會兒阿姨有點經濟困難，所以是阿嬤租。這個位置，所以這是所以你把它傳承下來了。對。其實我很驚訝這樣的接力，但是老闆卻這樣解釋。所以阿姨是傳承給你的。對。我說不但要傳承口感，也要傳承情感，就是他跟大家這種情感鏈接。
我是覺得說我很感動，就是大家現在來吃的客人，我基本上80%都是反覆，可能吃了以年來算的，10年往上的很多人，有些就是中商的學生已經帶他的小朋友来吃了，或者是当兵的，他说我已經從小孩子已經吃到我長白頭髮了。我想說早餐在哪裡吃都是有的，但是这種情感鏈接的這部分，我覺得，反正在我的過往裡面接觸，我覺得真的很感人。就是大家還会記得，有些從北部專门下来，我早上還沒開門，他们就已經在這裡等了。那有多大的這種支撐，才讓你半夜要出门，然後早上就為了要來吃飯？這個攤位對於那些曾經被阿姨照顧過的人來說，就是一個坐標。也希望這個坐標就像不遠處的浪花一樣，規律且溫柔地存在在這裡。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壽山觀景平台下面的一個觀景平台，那個樓梯上去就是壽山的觀景平台嘛。這裡它下面這個地方是我經常會來的一個地方。為什麼會經常到這邊來？第一個，它這裡看出去的景色非常的漂亮，白天看出去就是高雄港的海景，晚上看出去就是夜景，非常的好看。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這邊是一條山路，這樣圍着一圈的嘛。晚上我就会到這邊來練車，就是練騎摩托車。練了過後，從這裡下去就直接往鹽埕區買個飲料，買個吃的，然後再回去。那現在的話，我就要下山給你們推薦一個吃的。從這個觀景平台看出去，前面這個凸出來的山丘，應該就是旗津的燈塔。然後這邊彩色的房子，我確定它是旗津。這裡是渡船口的地方，而這邊就是高雄港，可以俯瞰這個高雄的海景。晚上到這邊來是很熱鬧的喲，那邊有唱歌的，然後這邊停車位幾乎是沒有地方可以給你停的。允許我再多介紹一個地方，就是壽山動物園，就在這個觀景平台的不遠處，開車3分鐘的距離。我覺得壽山動物園真的很棒，整個園區在壽山之中，四周翠綠茂密，還有空中廊道穿越動物的棲息地，這種地形優勢就像在森林中散步啊！我之前有拍過一集，歡迎點擊右上角跳出的連接去看哦。下山時，沿着萬壽路駛經鼓山路，這條路上有3家豬血湯，勢均力敵。想來想去，乾脆聽腳的話，他走進哪家店，我就吃哪間。我們點了一個小份的炒麵。它的炒麵上面是有那種肉燥的，有一點菜和豆芽菜，然後還有一個小份的炒米粉，炒米粉是攝影師吃，他喜歡吃炒米粉，一個大份的小腸豬血湯，一個大份的骨邊肉湯，還有一個蘸料，這是他們自己調的那種辣椒蘸料。現在先來吃一下炒麵。與其說是炒麵，不如說是肉燥麵。肉燥的香氣很足，還很油潤，每一個麵條都被這樣的香味包裹住，很好入口，很輕鬆就吃完了。只是最後幾口稍微有一點點的鹹，那就喝一口湯來緩解一下吧。小腸豬血湯，先來喝一口湯。湯頭可以哦，豬血也可以哦。小腸也可以哦，豬血湯是真的可以哦。湯底裡的冬菜、香菜和薑絲，就像很有默契的團隊，各司其職，完美守住了它們原本的清甜和清爽，讓食客在夏天也能喝到消解油膩、馨香餘韻的湯。它湯頭屬於是很清爽、很清爽那種類型的，一點薑絲、一點香菜來提味的，不會很
就吃起來不會油膩。豬血滑嫩，帶有一些內斂的脆度，小腸軟韌，被處理得乾乾淨淨。這兩個團圓帶來的豐富咬感，時不時出現一下，提醒你它扎實的底蘊。要我說的話，都不要爭。我們先來看看骨邊肉表現得怎麼樣。原味吃起來本來就很香了嘛，再蘸一點它的這個調料，然後有一點辣辣的去提味，它的油脂一下就在你嘴巴裡面泡開的那種感覺，我覺得好吃啊。骨邊肉完全就是老戲骨，看似不修邊幅，但油脂的香和筋膜的口感，一口下去就是腳踏實地的飽滿感，完全沒有豬肉的腥味，反而是一種肉質新鮮的清甜。這個時候用筷子輕輕一戳，掉出的真正的骨邊肉，再蘸一點店家特制的調料，如果有碗白米飯的話，我肯定停不下來了。壽山就像是一個大型的城市樂園，可以滿足各種不同的遊玩節奏。想要悠閒的人可以在觀景平台眺望高雄港，想要歡樂的人可以去動物園，喜歡戶外的人還可以去登山。吃完豬血湯，沿着鼓山路一直走，就是壽山的登山口。現在來到了北壽山登山口這個地方，我之前有來拍過，也有來登過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登山口下來過後，往那邊走，就我的後面有一家幸福一人，那個有一些冰品啊，一些小吃可以吃，然後再往這邊走，也有一些小吃店可以吃。我覺得這裡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一樣，你看我後面就很多的綠樹，就像一個小公園。對於我來說，登壽山可不是件輕鬆的事。之前去登山的時候，差點被猴子嚇得半路逃跑。如果你對登山感興趣，可以去看看我之前拍過的影片，裡面有很詳細的路線。那我們就繼續沿着鼓山路走了。現在要去的一家店是在西藏路上的一家麵店。從鼓山路一路過來，其實吃的選擇不少哦。如果你是剛好從壽山登山下來，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，鼓山路上的美食絕對是你最優的選擇。如果你都選不上，沒關係，走過鼓山路來到西藏街，這裡有一間古早味麵店，或許可以擊中你的味蕾。干拌面是滿滿的肉燥鋪在上面，它的肉燥幾乎都是瘦的。還點了一個米粉湯，一些小菜，小菜點的是海帶、豬耳朵，還有嘴邊肉，豬油味很香，再加上這種豆芽菜加在一起吃，你的口感就非常的爽脆。這家店離美術館和內圍都很近，大概1公里以內的路程，步行10分鐘左右。我喜歡他們家的乾麵，麵條很細，很有嚼感，也很吸附滷汁。滷汁帶有肉燥和豬油的香氣，但又不會膩。吃得豪華一點，還可以加蛋加貢丸，或者單獨點一些小菜也是不錯的。嘴邊肉，嘴邊肉超級的新鮮，還吃得到它肉的那種甜味。這一盤滷菜是115元，雖然價格不是很便宜，但東西都是很新鮮的。如果你想吃個簡簡單單的午餐，又很喜歡豬油香味的乾拌麵，那就可以來試試看。從西藏街出來往美術館方向，來到河西路，就在愛河的河畔邊有一家很低調、很容易錯過的港式茶餐廳。我會來這家是因為經常路過它，然後看到它門口都在排隊。我一直以為他們家是吃冰的，因為叫情誼冰室嘛。後來我去搜了一下，結果他們是一家吃港點的，所以我就很期待來這邊來吃。我們點的是2個套餐，一個 A 套餐，一個 B 套餐。我這個是 B 套餐，一個沙爹牛肉加出前一丁，然後這個是滑蛋，還有一個牛肉多士。那這個就是我的飲料，飲料是叫什麼？龍鳳林樂。就是有黃檸檬，然後加可樂。這裡我要更正一下，菜單上會把每一樣餐食分開來寫。B 套餐看似有5樣，其實會上來的只有3樣，也就是目前看到的3樣。看起來不多，但吃起來卻是實實在在的。這家好吃呢。沙爹加出前一丁的味道很濃郁，牛肉片裹着濃稠的沙爹醬，滑嫩和強烈的鹹鮮味似乎沒有鮮味的阻力，就像接下來要吃的滑蛋一樣滑。它滑蛋好好吃哦。這
吃下去好滿足。在金黃酥脆的吐司裡面加一層軟綿的滑蛋，咬下時會有一點輕微的破碎聲，接着就是入口細膩的炒雞蛋，超級滿足。到這裡還沒有完哦，再喝上一口龍鳳林樂直白明亮的檸檬汽水，才是這一餐的點睛之筆。從河西路轉進青海路，就正式進入美術館的區域了。美術館算是高雄的蛋黃區，在這個區域開的店，裝潢品質會好一點，相應的價格也會稍微高一點點。但是這裡也有一個物價很划算的地方，就是內圍市場。對內圍市場感興趣的朋友，也可以去看看我之前拍過的一集影片。整個市場裡面的東西便宜又不錯，很推薦去走走看，是個很在地、很有煙火氣的地方。在內圍市場的正對面就是內圍藝術中心，也就是說過個馬路就能很輕盈地走入藝術世界。這兩個地方逛完後，想要享受一個下午茶，推薦往美術北3路走，這裡有一間法式甜點店。現在我來到的這個地方，大樓林立，下面還有很多的店鋪，所以現在我要去的是在美術館這邊的一家法式甜點店，應該叫甜點店，反正它很有特色的。走吧。现在来到的這家是位於美術館這邊的一間法式甜點，然後它裡面的裝潢就像老闆在邀請你去他家做客的那種感覺，很溫馨，很溫馨。我是因為怕要拍攝，然後打擾到旁邊的鄰座的客人，所以我就做出來了，在他戶外的一個小花園這邊，點了一杯熱美式，然後還點了一個甜點。甜點因為是現做的，所以要等一下。這是一間以法式輕食為主的店，裡面也會有很多老闆自己做的甜品，但他們家最有特色的是布列塔尼鹹薄餅，在高雄應該沒有幾家在做。我的餐點來了，先切一個小角來試試看。它外面這個餅皮是蕎麥皮煎的薄脆薄脆的，然後裡面是有鮭魚和一顆半熟蛋，這個算是一個鹹食。我點的是鮭魚小太陽，餅皮是蕎麥做的，老闆堅持用鐵鍋來煎餅，煎的時候就可以用的厚一點，所以餅皮吃起來外酥內 Q， 很有彈性，還帶一點點淡淡的穀物香氣。我覺得這個可以當做一個正餐，因為有澱粉嘛，有蛋，然後又有肉，而且是蛋白質。你們看到了嗎？蕎麥，然後一點點的鮭魚，還有蛋液，這樣吃一口。內餡是鮭魚和半熟蛋，劃破後的蛋液流向鮭魚，混合着餅皮一起吃，鹹香又飽滿。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的味道給人一種細緻和穩重感，不花俏不炫技，每一種味道都清清楚楚。如果這個時候再喝上一口熱美式的話，它會把整個蕎麥的香給激發出來，超級大，推薦大家這樣點一份來試試看。鼓山的又一大景點凹子底公園到了。這個公園最近2年還蠻熱門的吧？我覺得這個公園很漂亮，一年四季它都有不同的景色，走在裡面就是身心愉悅。這個公園也是我平時會來散步走一走的地方。那這個公園它的不遠處有2間我覺得很不錯的拉麵店，今天要帶大家去吃的一間是位於龍德路上的一間拉麵，我吃過幾次，覺得還不錯。走吧。它這裡最經典的就是這個鴨白湯拉麵，然後還有一個鴨燒飯，我要點2個這個。這家原拉麵是我吃過很多次，我真的覺得還不錯，所以想要拍出來分享給大家。他家在飯點和周末的時候是要排隊的，剛好錯過這個時間段去的，所以今天是不用排隊，也點到了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鴨肉飯。必須要先說明一個情況，其實我對日式料理不是特別的熟，然後是來台灣之後才開始慢慢入門的。那他們家的話是有擊中我的，我點的是一碗最基本款的230塊錢一碗的鴨肉湯
湯底的拉麵，它鴨肉是有炙燒過的，很香也很嫩。麵條的話，我是點的正常的細麵，所以吃起來有一點點的偏硬，可是它的偏硬不是口感不好的硬哦，是那種比較有嚼勁的那種硬。然後湯底的話就比較香醇，比較濃厚。再來說的鴨肉飯，我目前在台灣接觸過2種鴨肉飯，一種是滷過的鴨肉加肉燥淋在上面，另外一種是淋鴨油加白切的鴨肉放在上面。那這一碗鴨肉飯它很與眾不同，它鴨肉不知道是有怎麼去處理過的，吃起來味道很足，然後有一點醬汁，又有炙燒過，它切的大小又剛剛好，包覆着米飯，這樣一口送入嘴中就超級滿足，而且它上面的蔥不會刺激，吃起來是很清脆的。那這一家就推薦給大家嘍。看到這裡，影片就差不多結束了。我覺得高雄的鼓山區算是個好山好水的地方，不僅有翠綠延綿的壽山，還有浪漫療癒的西子灣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一個轉彎和三角處都有很不錯的吃的。那這一集就這樣了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我突然想起來，剛剛我那個鴨肉湯裡面的好像有一塊肉沒有吃，因為我想着我先把麵條吃了，我再去喝湯。麵條吃了過後，它那個肉就沉到湯底去了，到最後我也沒有吃到那塊肉。我剛剛突然想起來，虧了。